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北京的空气有点不对劲儿，中共四中全会开到第3天，整个中国静得出奇，没有画面，没有声音，没有会场镜头，官媒只丢出一条100字通告，习近平做了报告，就这。新华社没图，人民日报没头版，新闻联播只讲一句国际关注四中全会，好像整个会议不存在。这样的四中全会前所未见，以往镜头全开，喉舌齐发，这次却像被人按下了静音键。到底是结果还没定，还是内斗太猛？外界传得沸腾，军中震荡，官媒分裂，核心报告卡关。这场无声的会议正在变成北京最可怕的声音。如果不是看了那条100来个字的简讯，很多人甚至感觉不到中共四中全会真的开了。10月20号，会期的第一天，按过去惯例，应该是喉舌齐发、图文并茂的高光时段。新华社定是长篇通稿，人民日报头版组图，央视新闻联播更是做专题报道，还会有会场远景特写、领导人镜头、关键语句摘录。整套流程走完，外界基本能勾勒出点轮廓，但今年完全反着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只丢出一则极简通告，大意就是会议召开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做了工作报告，并就“15.5”建议做说明，没有配图，没有摘录，没有会场画面，像是把所有可供解读的细节都拔掉了，只剩下一个开了个会的通知。更奇妙的是新闻联播，按照常识，这种级别的全会理应挤进节目前半段重点讲，结果他只是在国际新闻段落里轻轻带一句国际社会关注四中全会，等于把镜头调到别人怎么看我们，而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这种处理方式很少见，也难免让人浮想联翩，要么是画面不便播，要么是结论未定，要么是内部还在拉扯，不宜太早定调。新华社当天倒是发了一篇长社论，题目看起来很提气，大框架是在以某某为核心的领导下，“15.5”要如何确保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社论不是不重要，但有经验的读者都知道，真有东西说，通常是画面加信息点加社论一套打包，只剩社论而没画面，往往表示主菜还没端上来，先用一碗热汤暖场。更何况社论把今年经济社会成果高度归因于核心领导与路线正确，这在政治语境里叫稳盘，情绪要稳，预期要稳，队伍要稳。话说得越慢，越像是在提前堵漏洞。把这些信号放在一起看，像是3个刻意的低画面、零照片、零会场，减少外界对人、对阵、对气氛的读秒；低信息，不到100字，避免任何可供外推的细节；低位次，把本应是头条的大事降格到新闻联播的边角。为什么要这样轻描淡写？有3种解读：一是结果未定型，核心文本、名单或措辞还在打磨，暂时不宜外放；其次，内部压力大，既有的画面或内容不易公开，以免被过度解读；再就是刻意控节奏，把注意力往后压，等最后一天一次性用公报定调，减少中途的噪音与变数。说白了，这不是信息缺失，而是信息选择。在高度敏感的节点，选择无图、无料、无情绪，就等于在公共叙事层面按了静音键。静音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外界别急，先别下判断，真正的据点可能只会出现在最后那张公报上。但现代公共空间很现实，当官方减少可供讨论的素材，那民间就会用猜测去补洞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一天各种版本的剧透传闻会明显升温。从传播学角度看，资讯极简化必然会带来舆论非正式化。当你只给一个标题，大家就会自己脑补出内容与结局。这种静悄悄的处理，反而把注意力推高了。接下来怎么看？要盯2件事：一是官媒的节奏是否突然加码，是否会临时增发长通稿或画面；2是最后一日公报的篇幅、措辞密度和必谈点，
这些细节往往比口号更有信息含量。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泪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一个小 SPA。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段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适应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化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的优惠码大10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虽然表面上官媒在静默，但实际上整个宣传系统已出现了声调不一致。就在4中全会召开前后，新华社连夜发出2篇长文，一篇通稿吹捧习核心，另一篇高调宣称“14·5”时期在习近平领导下取得历史性成就。文章中习的名字被提及20多次。而同一页里，中共4大商业门户新浪、搜狐、网易、凤凰却异口同声地避开习近平3个字。这种罕见的对比，像是同一个乐队里出现了不同调的声音，主旋律还在颂歌，伴奏却已经静音。在一个以统一口径著称的宣传系统里，这种不协调本身就是权力失衡的信号。如果说新华社的稿子是在补台，那4大门户的沉默更像是一种消极抵抗。官方宣传表面一致，实际已出现了裂缝。同时，这种静默分裂的双重现象恰好与军方的动荡形成呼应。在中共4中全会召开前3天，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苗华等9名上将被官宣双开。这9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提拔，甚至有的是破格提拔的嫡系。这使得中共军委只剩下张又侠、刘振立和张胜民，军中权力几乎断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沉默不再只是宣传策略，而是一种压力反应。中共4中全会确实在开，但更像是一场在枪口下维持秩序的会议，外界看不到画面，因为镜头背后的权力版图正在剧烈重组。中共4中全会已经召开了3天，今天应该就会出通告，但外界的剧透与传言仍在疯传。有人说习近平将交出军权，有人认为9名上将将被提前处理，是反习派的先手，也有人断言这场会议将出现出人意料的人事大变，会换核心。学者吴作来认为，谣言之所以能够形成和传播，是因为它已经成了民间的一种反抗文化。这是吴作来在中国论坛上发言时说的。中国论坛于10月18号在洛杉矶召开，主办方为对话中国智库和6·4纪念馆，并由自由中基金会、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及全委会洛杉矶党部协办。论坛举行了3场讨论，第2场的议题正是4中全会与中国未来局势。主持人吴作来在会上指出，外界之所以在4中全会前后流言满天飞，根源在于中共政治的高度不透明。他引用法国学者卡普费里的著作《谣言》说，在封闭的社会里，谣言是一种武器。这些谣言无论真假，其实都指向一个现象，它是民间的一种反抗，一种文化。这些声音的存在，就是在丑化中共的权力结构。换句话说，在权力不允许民众发声的体制里，流言反而成了普通人表达态度、释放压力的方式。时事评论员郑旭光则认为，不透明的政治必然催生流言，
谣言的蔓延与中共的地下党式作风直接相关。他指出，中共四中全会原本应在2024年召开，却莫名推迟1年。就在开会前，习近平亲自提拔的9名上将，包括军委副主席被开除党籍、军籍，这样的震荡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郑旭光说，重大议事都不会公开展示，而是在会前勾兑。正因如此，社会只能靠猜。他分析，关于9上将的传闻有2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反习派的行动，另一种认为是习近平自己出手清洗。郑旭光倾向后者，他不得不拿掉，不想拿也得拿。但这样做使得整个政治势力严重失衡，张又侠的权力反而更集中。他形容这种局面让习近平产生了类似毛泽东当年对林彪的心理阴影，显示中共政局已进入极度不确定状态。自媒体评论人吴建民则指出，这9名落马的将领中，多人出身习近平的嫡系部队第31军。他认为习此举是自断手脚，反映出极端不安全感与斯大林式的末日心态。吴建民说，他对任何人都不再信任，哪怕是最亲近的下属，人人都可能是卧榻前的林彪。他进一步指出，在共产国家里，这样的政治清洗往往发生在权力交易或崩解之际。在盖子掀开之前，你不知道谁是反习派，但一定是他身边最信任、掌握要害权力的人。作家苏小康认为，中共四中全会之所以伴随大量传言，恰恰说明中共政坛已陷入深层危机。我们无法知道真相，但能肯定的是，中国政治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他强调自己并不关心谁上谁下，而是关心中国何时能实现宪政与公民自由。前香港记者程翔则从法治角度指出，中共的政治性谎言才是谣言滋生的根源。他举例，中共早在1954年制定宪法，但第2年最高法院就下达命令，审讯不得引用宪法，导致宪法形同虚设。香港也是如此。程翔说，以前香港的终审法院可以根据相当于香港宪法的基本法来维护香港的自由民主，但国安法出台后，中共人大规定香港的终审法院无权对有关国安法案件做司法复核。程翔认为，没有真正的法治环境，再多的宪法条文也只是装饰。在这样的体制下，不透明本身就是最大的谣言。与会者的共识是，谣言之所以在这次四中全会前后爆发，不只是因为互联网的传播效应，而是整个政治体制刻意制造的信息真空。当真相被压缩成白字通稿，当记者被排除在会场之外，传言就会自动生长。正如一位学者在会上所说，在一个不说真话的体制里，谣言其实就是人民的新闻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四中全会不仅是中共内容的权力会议，也是外部社会的一场想象政治。中共四中全会还没结束，空气里已经充满结论。官方不说话，民间在讲；媒体不报道，社交平台在造句。真正的问题不是谣言太多，而是真相太少。从官媒的异常低调，到军中连环清洗，再到外界的议论沸腾，这一切拼凑出的不只是一场政治会议的影像，而是一个体制的心理切片。当权力必须靠静音来维持稳定，当真相被浓缩成白字通稿，再用社论去反复强调核心与稳定，那意味着不稳定其实已经存在。流言或许未必真实，但它揭示了真实的焦虑。沉默也未必是稳定，它往往是混乱的另一种表现。在信息被压到最低点的时候，每一个细节，每一次沉默，每一条传闻都在构成新的叙事。真正的公报也许会在今天出现，但对于外界而言，这场没有画面的会议早已写下了自己的注脚。它让人看到的不只是谁在掌权，而是这个体系是如何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仍然掌权。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